好，又到了美食专题报道的时候了。今天要聊什么呢？今天来跟大家讨论一下火锅配料的排行榜。我们从第10名开始，我来看是什么哈？讲蛋饺，入选原因普遍都还能接受，但不至于到热爱。应该说，大家吃的都是现在在超市或者是超商买的蛋饺，都是用机器做出来的。但是如果蛋饺两个，一个是你去像那种东门市场或南门市场那种手工自己做的哦，或者是你自己做的哦，那个自己做蛋饺，它就是我会做啊。你把它就是肉那些拌好之后啊，就内馅那种拌好之后，你就拿一个汤匙，然后把它淋进去，然后它就有一个圆圈圈嘛，再把那个肉放上去，然后用筷子把它盖过去，啊，稍微这边煎完，这盖过去，它凝固就可以拿起来，打匀的蛋就好了。真的？有人会放太白粉，我是不放。它怎么会有火？没有啊，你就火不要太大。对啊，你弄上去，它就会慢慢就凝固起来，就有厚度。然后我跟你说，那个这样煎出来的蛋饺，我跟它非常香。你想象一下，我们有时候在煮东西，那个蛋汤就已经很迷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想象一下，那个蛋，它不是说蛋饺去吸那个火锅的汤汁哦，那个蛋的那个蛋香味啊，蛋汤味也会到火锅汤里面去，你看它多好吃，对不对？只是无奈，因为现在说的不好买，大家也不会自己动手做。对，所以一般就现在市面上买的那种所谓机器蛋饺，对啦，它就是尴尬的，普遍都能够接受，但不至于到热爱，这是很可惜的。好，但蛋饺可以排到第10名，有这么多啊，我们里面不含肉不含菜。对。看看第9名是什么？好了，我这样看好了，我第9名来，摇头，还有没有排到第9？你点头，你摇头，你嘞？点头，你嘞？摇头，2比2，你嘞？我不爱。你嘞？哦，目前不爱的比较多哦。哦，是什么？哪一路的？也是饺类的。是饺类的。姜类的。姜？不是姜啦，姜就是那种。面酱花枝丸那种那一路的哦。甜不辣？火锅有人放甜不辣吗？对，几滴盐。我也不会放嘞，因为那个甜不辣，说真的哦，它有一个油啊，因为它要去炸，它那个油会跑到汤里面去。但有人很爱。因为我觉得这是关东煮里面的，它不会是火锅的啊。但你如果是那种菜盘啊，菜盘上面偶尔会有啊，一定都有。而且还有甜不辣，还是里面有包蔬菜那种甜不辣。对啊，就一定都有。这排第9名，就爱的人还是蛮多的，只是刚好这个比刚刚的蛋饺排哦，先排第10。这个嘞，第8，你可以。哦，我一定会啦，我是一定会。鱼饺应该蛮前面的吧？哪一路的？应该你也会吧？你爱的某一类。豆皮哦。豆皮没有那么后面，豆皮后面你会翻脸。当然，豆皮我这不丢了不录了好不好？豆皮那怎么可能？对啊，豆皮是前的原料啦，豆制成不同。这你应该也是爱的吧？冻豆腐哦，可以啦。但是我说真的，冻豆腐要好吃的冻豆腐。因为现在很多那种吃起来跟他说嘎啊，对呀，就是有一些就是早期那种真正的冻豆腐。我人生第一次吃到冻豆腐的时候，我很吓一跳啊，怎么会这么好吃？对，然后咬下去里面那个整个汤，对啊，冻豆腐你就去买板豆腐然后自己冻，啊，冻起来你解冻之后它就是冻豆腐了。对，但冻豆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就是你要下去火锅，你已经解冻了，对不对？你要下去煮之前，麻烦稍微挤一下，把里面的水挤掉，不然那个冻豆腐的那个豆腐就是不好了，放进去里面煮了就那汤就不是原本的汤了。这个点头，开始已经慢慢在第7了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会啦，这一定会啦。丸子，它应该算小跟丸子中间吧？你刚才其实有讲到花枝酱，但花枝酱有个尴尬的地方是，它在澎湖那边，或者是我们现在坊间卖，它都是冷冻的，所以你买回来之后，你解冻之后，对不对？你要把它用掉。你又现在冷冻，对不对？你把它解冻了，你再冷冻，再解冻吃，哇，不好吃。它就是第一把而已，就是第一把而已。如果我
冷冻解冻，但是我煮了没有吃，然后再复热 OK 吗？也不好，也不好。它就没有那个咬劲，哦，口这样感好。它就没有那个咬劲。我跟你看，章鱼够硬吧？章鱼煮久了就变软的，几乎是那种一咬就断那种，那就不会好吃啊。好，这个尴尬，还可以的，还可以。这还可以，还是排第6名，这你看有人很赞，这个很赞。我是没有那么反对，但是因为现在也是跟冻豆腐一样，有的吃起来就怪怪。这从小就有吗？这也是火锅菜盘里面一定有的。就是番茄一定有嘛，玉米一定有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蔬菜没有在这里面。对嘛你去想配料，就这些配料。啊，鱼板啊，鱼板应该没有进前10。寻味棒哦。这是不是耶？你有吃过好吃吗？我有吃过好吃。我有吃过日本做的好吃的，对啊，有好吃对的。啊，但是说对了，我讲寻味棒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其实寻味棒是我在我国中的时候出来的，然后在上面写，但是还不讲寻味棒，你讲蟹肉棒，哇，下个每个人吃到后来这边是鱼板做的，对啊，晴天霹雳，对啊，对啊，而且以前看还没，对，跟朋友在聊，有螃蟹长这样的吗？对不对？啊，那时候没有帝王蟹，如果帝王蟹一定会讲那是帝王蟹，对吧？但大家会吃，哎，很妙哦。你放进去，你不要煮，你要煮没有错，可不要煮太久，哎，煮到它散掉没那么好吃。它要散不散的时候，其实是最好吃的。第5名，这个已经进到第5名嘞，这应该大家都能够接受了吧？这一定有的啊，只是它种类太多了，所以很难。种类很多，对丸子类啊，对啊，丸子类，太复杂。丸子一定有啊，贡丸我一定放，但是真的要新竹贡丸，不要那种不脆的，有没有？那种粉的讨厌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鸭肉丸我会放，虱目鱼丸我会放，对，花枝丸还不见得，因为花枝丸我有花枝姜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丸？哦，芋头丸也好。丸子我是觉得，但火锅是一个那个啦，但你就找到一个好的丸子店，说它丸子是你好朋友，你冰在冰箱里面煮几颗，那个汤就够好喝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丸子可以啦。第5。不要告诉我是豆皮哦。哦，好，那我翻脸。好，丸子也有啦，饺类燕饺。所以你刚刚在猜某一名的时候，也有猜过它。猪血糕啊？哦，猪血糕也有，但猪血糕麻烦晚一点放啊，太早放的话会掉掉。我觉得第3名应该是豆皮，就我的认知。现在是第3名。哎，不是豆皮哦，那豆皮第2名哦。这是一个蛮有争议的东西。争议？我倒票。就从这几年开始，有人一直在讨论这个东西到底要不要加，适不适合放进火锅。争议哦，哦，不是食安的问题，反正是要不要放进火锅。对，有人觉得它很好吃，但是请不要放在火锅。对，因为会坏了一锅汤。秋西郎，甜不了都在啃，还是没在啃？芋头是不是？对。你呢？你是哪一派？芋头在这里。你是吃芋头的？它叫芋头，它叫芋头。那你觉得你适不适合进去火锅里？原来你叫芋头。煮甜汤比较适合。不会啦，我觉得芋头可以放，我个人是爱的。因为我吃过那个芋奶鸭，芋头跟牛奶，然后跟鸭肉熬，那个汤很好喝。那但我会觉得，但因人而异啦，因为芋头哈，有的放进去啊，煮烂掉就化掉，那整个汤就不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喜欢吃芋头，他反而不要那样化掉，他就放进去，然后芋头旁边开始有一点点长毛了，有没有？赶紧拿起来吃，那时候最好吃啊。我以前不太吃芋头，我就是我的阿嬷那时候会做那个芋枣，有没有？熟那个有没有？拿下去炸，对，那是我应该说是我开始吃的芋头的第一把。然后再来，我喜欢吃芋头就是香酥鸭，它的鸭肉是这样，鸭肉是软的。然后外面有一层芋头，然后下去炸，然后再外面会变开这样，有没有脆脆的样？那我那时候很喜欢。牛皮雷霸酸里面也是有芋头啊，对啊，而且芋头要那种炸的那种酥酥的，然后丢进去那个炸过的那个芋头，炸过再煮。对对对，那淀粉炸过之后，人家有梅纳反应，对不对？弄过去，哇，那就很香啊，对啊。
我已经知道了，因为我先看到了鱼饺是第一名。豆皮家族，豆皮鱼饺，那鱼饺真的是热爱的人，几乎没有不爱的吧？鱼饺说的鱼饺，我刚吃的时候应该是我小学的时候开始有鱼饺，发现它很好吃但鱼饺说真的还是有差哦。你要是去那种传统市场去买那种有名的鱼饺店做出来的鱼饺，那又不一样咸味豆皮当然也是啦，豆皮你要是找那种一样是豆皮，有的豆皮就那个豆香味就特别舒服，有的就普通，你知道？可是你如果说是豆皮刚那种好的豆子。豆浆做出来的豆皮有没有？还有一种是那种烧焦豆浆，有没有？做出来那种有香味那种豆皮，那个很好吃。但我必须讲，鱼饺跟豆皮，为什么我觉得豆皮是胜出的？豆皮是任何汤底都可以加，鱼饺不见得是任何汤底都可以加。麻辣锅底好像比较少，对不对？因为麻辣锅底加鱼饺有点怪，但豆皮是可以放。因为豆皮是去吸味道。对。然后增加一点口感，豆皮有那么多种，对不对？有干的豆皮，有炸的豆皮，有生的豆皮，有这个那个叫什么枝竹，是不是？枝竹腐竹啊，枝竹是比较长嘛，腐竹嘛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豆轮呐，还有什么要加的？对啊，除了这10个，你还会有什么漏网之鱼是你自己热爱的？麻辣锅我会加蒟蒻了。蒟蒻丝啦，对了，而且还有一个，还有响铃也是啊，还有一个，这我去吃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东西在那个火锅加进去，你一定要加面筋。你去澳门啊，那个胡椒骨头汤那个我们那时候去吃的时候，哇，很喜欢吃那胡椒猪骨汤喝就哇好好喝这样，然后就看到怎么？就有人就端就一盘这样，然后堆得跟山一样的，端过来端过去这样，整个都在点，马上叫广东话也不会讲，那什么东西他广东话我也不会讲，我会跟那个一来才知道台湾的面筋这样，有没有？澳门这样，他那面筋放进去这样，然后面筋因为面筋它吃到就是汤汁的时候开始回软的时候，它还是有咬劲，那很好吃。然后整个里面包了那么多汤汁这样，面筋很好吃。但台湾的火锅店好像很少有。没有人会放面筋，我会放。我有时候去，比如说我去传统市场，我看到人在卖面筋，我会买回来，因为可能在澳门吃的那一次之后，面筋对我的印象太好了，不对，是我对面筋的印象太好。面对我印象好干什么？对啊，面筋看到我觉得很欣赏，什么鬼？我对面筋的印象太好，所以我就会买。这边这样放眼看去的，不应该在排行榜里面，应该是它。它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，对我来说，但是它关东煮里面是非常适合的。但如果是放在火锅里面，有点怪，对不对？其他这些东西，它都是在火锅里面会常出现的。但我有时候就在想，我就很想，但我一直都没有加过，也没有勇气。馄饨但我想说鱼饺都可以加，为什么馄饨不能加？那个汤变勾芡。没有啦，鱼饺也会啊。我觉得，但是那个是汤不水饺太久，哇！你再放上去，花卷跟馒头都放进去了哈，什么鬼？我想起来了，我俩对啊这个东西没有放说不过去吧？这个东西起码排在前3名或4名哦。提示。这怎么可能会没有？我就觉得怪，bug。吓死！我讲出来，大家一定点头如捣蒜。鸭血，是不是？鸭血有了，鸭血一定要前5名、前4名应该有。对了，鸭血没有放，还有什么？我现在已经满脑袋已经把全年那个柜子上面扫了一遍，然后家乐福扫了一遍。到底什么东西是适合放火锅，在火锅里面放进去会好吃？你有什么独门配方吗？对啊，但不错啦。总而言之啦，我相信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锅自己的火锅汤底，也有自己喜欢放的这个火锅料但就是要慎选。人家说可以一起吃火锅的朋友就是真的朋友，有时候你跟他这个人就不投机，怎么可能一起约吃火锅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还有一种就是尽量少跟那种杂粮的人吃火锅，我就是属于那种杂粮的，对不对？要放不要现在放，注意刚会掉掉那芋头那汤底不行哦，
对不对？啊，那个不要太早放哦，这我就斩量的用啊。如果你能够承受我的斩量，那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的斩量都是善意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要保存那个锅底，这样对不对？但我曾经跟一个长辈，我不讲谁啦，讲那么怪，就我跟他去吃羊肉炉，很喜欢吃羊肉，他也很喜欢吃，我叫了一堆豆皮，直接开骂，啊，你假倒皮肉，你讲什么羊肉炉？好吧，那一次之后我就没有再约过他了。啊，这边敬大家了啊，拜拜。